在吴哥窟景点甚至夜市角落，都会看到断腿或没了手背的地雷受害者，3、5人组成乐团，靠着演奏凄凉的高棉音乐糊口为生。伟大艺术古文明的废墟里，上演的竟是一幕幕犹如地狱的现实惨状。1993年，柬埔寨改头换面，建立新的王国，但现任首相洪森一当就当了20多年，还要继续连任。虽然不再有战乱，但80%的人民生活在贫穷线以下。而另一方面，在首都金边却能看到一架架4、500万台币的超高档修理车塞满整条街。紧邻各国大使馆的洪森首相府更是富丽堂皇。贫富严重不均。根据国际透明组织调查，柬埔寨是世界排名第20大的贪污国，2%的人民每年至少被官员索贿1次，每个入境旅客都要被海关强收5块美金的过路费。柬埔寨脱离了战争、暴力与死亡，却又落入贫穷和腐败当中。柬埔寨人民嘴上不说，但心里却是极度彷徨不安。明明发行国家货币，但所有商店商品，不管是给当地人还是观光客，竟然都用美金交易。鸡肉粿条1块半美金，钱币等于6000吧。你们的标价都会是美金？都是用美金。拉嘛，8块半。我们柬埔寨以前是内乱吧，战争吧，所以呢，柬埔寨人对自己的钱币好像还没信用，习惯用是美金。如果万一国家乱的时候，美金还是可以用。洞里萨湖，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，紧邻吴哥窟，是柬埔寨自古以来的漂浮聚落。在柬埔寨，还有一群人也过着几百年前的原始生活，那就是在洞里萨湖的水上人家。居民世世代代居住在湖上，村落就像陆地上的小镇，有市场，有商店，甚至还有学校。水上人家一生仰赖洞里萨湖，捕鱼虾为生，吃喝拉撒睡也都在湖里。小孩在船屋出生，一代传一代，很多人一辈子连陆地都没踏上过，湖就是他们世界的全部。他说3个人小孩，还已经走到满了那个人哦，5个人。一家5口住在这。对对，从小就是到这边住这里了。如果按照他年龄的话，大概30年吧。正在准备饭菜的古妈妈邀请我们到她的船屋。嗨，好，这个船屋里面真的很狭小，我完全没有办法站立。可是他们一家5口都住在这里，所以睡就是睡在这边。对，晚上他都。那个草席哦，所以抓这个小虾为生。一天有时抓到4公斤到5公斤，对，然后1公斤4000块，对。所以一天大概5块，差不多，对。我们可以不发的。从船头到船尾，以我的步伐大概连10步都不到，而且我身体完全没有办法站直。这就是柬埔寨人的水上人家生活。我会觉得很想，有太太小孩，大家住在一起，觉得很开心。OK， 所以也不会想要在，我不想要去陆地上生活。好的，好的。说习惯住在水上。一家5口靠着4、5块美金，100多块台币生存。古家是每一户水上人家的生活写照。夕阳西下，我们必须跟他们告别，因为没电力，水上聚落将陷入一片黑暗。
这个漂浮世界和文明古国的印象遥远，距离我们所处的世界更遥远，但这却是最真实的柬埔寨。吴哥王城中心有座巴戎寺，每一座尖塔上都有着4面的微笑脸庞，那是全盛时期国王加雅华尔曼7世的面容。慈祥又带点神秘的微笑，是柬埔寨著名标记，被称为高棉的微笑。只是1000年之后，历经战火蹂躏、贫穷摧残，国王的微笑依旧，高棉盛世却已不在。欢迎回到红色地雷下的微笑，聚焦柬埔寨。贫穷加上战乱，柬埔寨1半以上的年度预算都来自国际援助，道路是中国、韩国、日本援建，医院则靠瑞士、法国、美国帮忙，就连乡下的水井都是别国捐的。柬埔寨人就自己开玩笑说，好像只有庙宇才是他们自己盖的。就因为贫穷、营养不足，柬埔寨人平均寿命只有56.53岁，是东南亚最短命的国家。迫切需要的就是医疗资源。画面上这个柬埔寨小女孩，她叫做瑞君妮。1年之前，她有一个外号“象背女孩”，因为她的右手背肿得像一只大象腿。但现在她却跟正常人一样，这不是奇迹，而是一群台湾医生的爱心。宁静的柬埔寨暹粒机场，这一天涌进100个台湾人。第5组来了，行李放左边，物资放右边，全部往前，好，东西再慢慢的堆回来。每个人大包小包塞满机场，装满货车。这是来自台湾的爱心义诊团。这总共有牙医师21位，有医师12位，那总共呢加上志工有100位，服务是洗牙、补牙、拔牙、卫教，还有我们从台湾带1000多公斤的物资，募集了6000多公斤的大米，还有450顶的蚊帐，要来送给这边的村民。崎岖颠簸，尘土飞扬，黄泥巴是柬埔寨普遍的道路。义诊团的目的地是吴哥窟所在的大吴哥县，即使坐落着古文明遗迹，但也是柬埔寨最穷的地方。听闻有台湾医师漂洋过海来义诊，几百个村民孩童早就等候多时。制服的衬衫不怎么白，小脚丫子全沾满泥土。不是柬埔寨小孩不爱干净，而是80%的地区没电、没自来水，全村只靠一个水井。3、5天洗1次澡，一辈子没刷过1次牙。组装椅子，准备器具。请问这个是什么？麻醉针、拔牙钳，要把台湾诊所里的设备全搬到柬埔寨穷乡僻壤，牙医师有时得充当发明家。好，这个是什么？要把水供给洗牙机的，因为我们在诊所都是直接从地渗透水来的。但是我们在这里面什么水都没有，所以我们要自己做一个公营的水源。那这是撒花的花洒。啊，这是本来是撒花的浇花用的花洒，然后现在拿来当这个对诊疗间的东西就对了。便宜又好用。有水了吗？因为语言不通，大医院的药剂师更要变身创意家。比如说早上、中午、晚上睡前吃的，然后或者饭前、饭后，我们都要打勾。吴哥村落小孩乖乖排队，等待着与台湾医生的第一类接触。柬埔寨义诊团非常克难，教室要当看诊间，桌子要当治疗椅，而所有你在牙科诊所看到的仪器，现在在这里都非常阳春。而且为了让小朋友第一次看牙经验不会太恐惧，所以现场还准备这些小玩具安慰他们。他们有抽过好
朋友状态是什么？他就蛀牙1、2、4、5、6、7、8，大概8、9颗这样。8、9颗蛀牙，所以这边小朋友是不是都几乎没有看过牙医？看起来是没看过的样子。这个是给他大家抱一下，他比较的。哭归哭，他还是会乖乖张嘴啦。他就只是但他哭慢他很害怕，他就哭。这个很难拔，很难拔呢。犬齿是上面最长的牙齿，然后又烂到根。他说很痛，是。小男孩经历有生以来第一次的拔牙痛楚，无辜表情让人好心疼。外头排队的孩子开始露出狐疑，因为不知道自己接下来会面对什么处境。拔2个 ，OK go。生病到医院，牙痛看医生，对我们来说天经地义，但在这里却是天方夜谭。柬埔寨医疗到底有多贫乏？以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大吴哥县来举例，15000名的居民完全没有一家医疗院所，全部都要靠这一间小小的卫生所。但最离谱的是，这里面没有派驻医生，只有3个护士。卫生所不负责看病，只负责为妇女接生，但接生台是这张放在走廊上的破烂床，全村共用1把脐带剪，而且一用超过20年。村民想要看医生，必须坐上大半天的车，颠颠簸簸到城市。绝大多数的柬埔寨人一天只赚1块美金，但医院光是挂号费就要15美元，设备好的外国医院还收150。因此，一颗蛀牙就会让一个家庭破产，一场腹泻可能让一个小孩死亡。绝望和无助之下，柬埔寨人民平均寿命只有56岁，是东南亚最短命的国家。这个是那个口检组。村中的老人跟小孩子因为牙科的问题产生了蜂窝性组织炎，那最后呢不幸的过世了。那其实呢这个问题在台湾几乎不可能发生，好，所以说我们来这边帮他们，不论是洗牙、补牙、拔牙，其实我们在这边做的是拯救人命的工作。许玉批牙医师，义诊团的团长，家住台北，却坚持在澎湖奇美开业，因为当地没有足够的牙医师。那个会处理。而志工于慈勋则是高雄企业千金，留学澳洲的高材生。多年前，2个人各自当过背包客到柬埔寨旅游，惊讶于文明古国竟然变成悲惨异域。心中激动之下，2006年开始号召医师义诊，之后更成立希望之牙协会，1年2次到这个最穷邻国柬埔寨爱心义诊，如今已经迈入第7个年头。OK， 张碧恩3年牙医师经验，这是第3次来柬埔寨义诊，在没有专业诊疗台的情况下，他有独门拔牙架势，让他们比较有一个可以靠的地方，一方面他们比较不会那么辛苦，然后其实我这样子也比较好操控。是义诊要拔几颗牙？对，大概就是走到拔，所以等于有上百颗牙，应该有。那这跟你在平常在牙科诊所相比，这一天的义诊是你几天的工作量？哦，大概1个月吧。深呼吸哦，深呼吸，那里向下，那里向下。当牙医5年的曾千芳，则是义诊团的新鲜人。非常不一样，因为在诊所是很幸福，然后又有助理、冷气，然后 unit。为什么会想要来义诊？其实是觉得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。一个补牙，一个照灯。王玉君、吴佳琪是义诊团的老鸟夫妻，从蜜月旅行算起，今年已经是第5次参加。他是带我来度蜜月，就是一个小女生，她其实她的门牙蛀牙，然后变成她都不敢开口讲话，也不敢笑。对，就我前面帮她补完之后变白之后，她就很开心，然后也会笑了。在台湾，其实我们有时候比较难去感受到这种东西，因为他们会觉得是理所当然的。可是对他们来讲，其实这样的1次治疗都是很珍贵的。爱心义诊行动犹如滚雪球，蔓延到医界。
柬埔寨人感激的眼光、成就感满满之外，多年来支撑着一整团熊熊爱心之火不熄灭的，还有一颗3年前播下的希望种子。